来里的本命飞剑和本命字到底哪个更强？很多人觉得剑修天下无敌，本命飞剑就是剑来最强的存在。错了，这俩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。真要较真，本命字才是整部剑来藏得最深的王炸。有人说你齐静春不简单，拥有2个本命字，春字之外，还有一个坏了规矩的静字。来，就让本座开眼。你有春风，本座则有一场飞剑伐云。先把境界捋清楚，五符最高11境，炼气使最高15境。剑修在炼气使里独占一档，同境界战力比别人高整整1境。就咱们阿良14境剑修，你知道他能打多少个10境五符宋长境吗？听说你扬言要单手锤杀齐静春，1000个，不带喘气的那种。所以直觉上大家都觉得剑修就是天花板。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阿良再强，他的剑气长城一战打的是什么？是用命在填。剑修的强只强到13境，13境之后差距被彻底抹平，而决定真正巅峰对决的恰恰就是本命字。先说说本命飞剑厉害在哪？剑修把法器温养在本命窍穴里，和神魂丝丝绑在一起，还能附带专属神通。阿良的本命飞剑配合剑意神通，一出手就是群战屠戮，在场的没一个是他对手。老大剑仙陈庆都的本命飞剑浮萍，当年跟着他斩脱岳山，硬生生把整座山给斩开了。你说强不强？强。见效快，杀伤猛，一剑定生死。但本命字更可怕，这玩意儿是儒家圣人独有的标签，只要这世上有人写到、用到、念到这个字，都会无形中给圣人反哺一次道行。你品品，这是什么概念？普天之下所有读书人都在替你修行。本命飞剑是一个人把自身锻到极致，本命字是把整个天下的文气都收归己用，一个是独木成林，一个是左拥森林，这根本不是同一条赛道。一般儒家圣人终其一生能修出一个本命字就已经是天花板，而齐静春一人修出了3个，儒道佛3家各一字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所以你说14境阿良对上14境齐静春，谁赢？不好意思，阿良赢面真不大。当然这是我个人判断，你要非说阿良能赢，我等着出一期视频好好论论。阿良那把剑再锋利，伤的是眼前的敌人。齐静春的3个本命字每时每刻都在从天下人身上汲取道行，这哪是在打架，这是在以一人之力撬动整个天下的文气压过来。这就跟现实一个道理，你一个人单打独斗再猛，也比不过背后有整套体系撑着的人。打工人再拼命，也拼不过躺在品牌效应上吃分红的巨头。那问题来了，任平安手握4把本命飞剑，为啥就是修不出一个本命字？不是他不会强，是他把机会亲手碎掉了，而且每一次都是主动的。当年在书简湖，他看到顾参滥杀无辜，为了留下来帮这孩子改错，亲手碎了金色文胆。要知道文胆是儒家修士储存文气的根本，碎了文胆就等于亲手断绝了走儒家圣人道路的根基。没有文胆，本命字无从谈起。他清楚的知道代价是什么，还是碎了。后来蛮荒破城，他又一个人独守剑击长城半截城头，不是没人可以去，是他选择去。每一次他都看见了退路，然后主动走进了死路。每一次选择都是为了救别人，他用本命字的机会换了满身的剑。所以说到底，本命字和本命飞剑的差距根本不是强弱的差距，是道路的差距。齐静春选了天下众生，把自己活成了一座丰碑，让万民替他传道。陈平安选了身边人，把自己活成了一把剑，走在泥里，遇见谁就把谁拉一把。一个站在山巅让天下仰望，一个走在人群里甘愿被风吹散。没有谁比谁更厉害，只是他们收获的东西从来就不一样。剑士里也是这样，有人一路往高处走，借着体系和平台让别人替自己铺路，有人偏偏往人堆里扎，谁有麻烦的往前冲，哪怕自己搞得一身泥。这大概就是剑来最打动人的地方，不是谁比谁更厉害，是你得先想清楚，你这辈子到底想守住什么呢？